Hello， 大家好，我是剑哥。那2018年的9月，RTX 2080 钛和2080显卡呢正式开卖了。那潮玩客这个频道的第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两个显卡的当时是实打实自己掏钱送出去的2张显卡当时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是不是感觉错过了显卡呢？那现在已经2020年7月了，有个2年保的2080钛都已经快过保了。当时为了体验RTX特效去买了2080钛的小伙伴们，不知道认为你们当时为了RTX掏的钱究竟值不值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RTX发布了快2年，2080钛都已经停产了，准备3080年的情况下，正儿八经能玩的RTX游戏能有几个呢？他们的光线追踪特效能做成什么样呢？2018年8月21号的科隆游戏展上，老黄的 PPT 上列了21个支持 RTX 的游戏，但实际上现场能演示的那只有3个游戏：古墓丽影：暗影、地铁离去和战地5。那这总共21个游戏，那其实真正支持RTX光线追踪的只有11款，剩下的是只支持 DLSS 技术的。那大半年过去了，在2019年的5月。Linus Tech Team 做了一个RTX 游戏的盘点视频，那当时能玩的RTX 游戏还是上面那3个。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个 Linus 的视频，因为讲的还是比较细的。3个游戏分别代表了RTX 的3种技术形态。古墓丽影：暗影是阴影，通俗点说就是游戏中的人物是有影子的。地铁离去是全局光照，通俗点说就是你进入一个没光的地方，你点一个蜡烛，那只有蜡烛光能照到的地方才有光。那可能你转个身挡住了蜡烛这个你就看不见东西了。战地5是镜面反射，通俗点说就是啥水面金属面什么地板全部都可以当镜子来反射。说实话，从效果上来说，战地5的镜面反射是效果最明显的。阴影和全局光照很多时候呢，你不刻意去注意的话，那很难发现开与没开的区别。当时 PPT 上剩下的18个游戏，那其实有的到现在都没有整出来。比如说上面提到的2个国产的网游《剑网3》和《逆水寒》。剑网3是目前都没有正式做出来RTX，但是之前有在 B 站上看到一些内测RTX特效的视频。逆水寒是一直用一个 demo 录像，号称自己是第一个国产RTX游戏，但也只在2020年的6月份才勉强做出来2个副本进去可以去开光追。那2018年可能太久远了，那个时候的 i7 还是硅脂的6核 i7。再来看一下目前2020年 NV 中国官网上RTX 界面里的游戏，那叫精选RTX游戏《赛博朋克2077》，那还在跳当中，那感觉年底的话应该能做出来了。我的世界，那前阵子也是做出来了RTX特效的，那这个视频里面是有用2060去体验的。那《使命召唤16》19年10月份发售的但这个游戏太贵了，大家玩的多的还是《使命召唤：战区》。那这个游戏叫腾讯出的，叫《重生边缘》，到现在还只有一个视频片段，那啥时候上市呢？谁也不知道看的场景嘛，感觉过程压力有些大。那战地5是首发就有的，剑网3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的，古墓丽影：暗影也是首发就有的。那仙剑奇侠传7这个呢只有个视频游戏啥的也没有影的，而且当时那个叫显卡奇侠传6给我留下的阴影还是非常大的。那个地铁离去也是首发就有的，飞向月球是19年10月发售的，那我还直播玩过。反射 reflection 就是当时老黄 PPT 上演示的那个星战的 demo，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个游戏。逆水寒也是上个月才勉强算是出了副本，能体验一下RTX。我要在视频里面体验一下2060 Super 17帧。另外说一句其实在 NV 的大陆官网，它给的是一个演示的网页，就像这样子的。但是在 NV 的美国官网，你是能下到这个 demo 的。那不过网速太慢了，我没有下下来过。讲实话，真的有些费劲。逆水寒它是一个国产的网游我为什么要去美国的官网去下 demo 呢？然后这个 demo 是美国专供。那还有一个机甲战士5这个就是来凑数的，它不是支持 RTX 的，只支持 DLSS。所以官网上它列出了这么多游戏，
那除了首发的那3个支持 RTX， 正儿八经是一个完整的游戏可以玩的，那也就只剩下了3个了。那最后我们统计下来呢，选择了8个游戏，除了首发的3个，战地5、地铁离去、古墓丽影、暗影，那还有飞向月球、控制、我的世界 Win10版、逆水寒，还有个国产的半成品光明记忆。那最后2个其实很难称得上是完整的游戏，一个是只有2个副本支持 RTX 体验，那一个是游戏才开发到一半。那毕竟是国产的，还是应该多关注一下。那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平台，那为了能更好的开全特效体验 RTX， 也是为了照顾到一些游戏的糟糕优化，我们这次使用的是顶配平台。CPU 是10核心20线程全核心 4.9G 的 i9 1090K， 主板是华硕的 M12A， 不是最贵的，但是最能超频的。内存是知奇的皇家级3600 32G×2，因为时代优都支持单条32G 内存了，这样2个内存插槽的 M12A 也可以上到64G 的内存了。散热是海盗船新出的 H150i RGB Pro XT， 有一说一啊，海盗船之前的360水冷的散热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啊，但是新的 XT 确实好了不少。在室温26度情况下，实测 1090K 单口 IPU 的温度为75度啊，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显卡是用的硬重的2080 钛冰龙黑金版，那是一个240的一体水冷，温度相比风冷的显卡会低一些。固态硬盘采用的是西数的 SN750ETB 和 SN550ETB， 因为现在游戏都太大了，我们这次又测了这么多游戏，所以只能用2个 ETB 的固态了。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游戏《战地5》。这个游戏采用的是镜面反射的 RTX， 而且是支持 DLSS 的。游戏的优化非常的不错，在 2K 分辨率、最高特效开启 RTX、关闭 DLSS 的情况下，运行多人模式的鹿特丹地图。这个地图是光追最明显的，不开光追的时候大概是160帧，开了光追大概是80帧，帧数降的还是比较多的。在经过这个电车玻璃的时候，开启 RTX 的时候呢，玻璃上反射到桥跟房子的影子，那打掉的玻璃的话就不会有反射了。你关闭了 RTX， 那玻璃就是一块透明的，不再会反射附近的建筑。这个时候你打不打玻璃的话就没啥影响了。在开启 RTX 以后呢，不仅是玻璃，就连地上的水滩也能反射远处楼房的侧影。其实从视觉效果上来看，那还是挺震撼的。但实际玩的时候，你真的指望通过玻璃的反射看到正面看不到的敌人吗？更多时候，这种反射反而是影响注意力的，大部分玩家都会关闭的。所以《战地5》的光追，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时候是18年的 NV， 它急需一款游戏来表现RTX的效果，那自然作为 EA 这个大厂的《战地5》就帮老黄承担了这个任务。第2个游戏是《地铁离去》，这个游戏采用的是全局光照，全局光照在阳光下是很不明显的，所以地铁这个很多画面是在黑漆麻糊的地下，整体氛围又比较恐怖的游戏，就扮演了全局光照的演示。在这个比较特殊的场景中，那整个环境里除了我们的手电筒，并没有别的光，所以我们只有走到通道的尽头通道顶部有一处破损，会有微弱的光进来，然后我们背对着通道顶部，这个时候光源就是手电筒和通道顶部。同时，通道顶部的光是在游戏画面以外的。这个时候，你关闭了 RTX 的话，手里的枪就会少一块光。那如果说我们换一个位置离开了通道顶部的那一束光，那这个时候光源只有手电筒。你开关 RTX 的话，那画面的话就没有啥太大区别了。再看一看另外几段开关的画面，很多情况下确实看不出太大的区别。那很多区别你也是要仔细暂停的看才能发现。在 2K 最高特效下，开启光追和 DLSS 情况下，游戏基本也能维持在100帧以上的帧数，优化还是不错的。不过光追的话，确实就显得比较鸡肋。第3个游戏是《古墓丽影：暗影》，这个游戏采用的是阴影。阴影相比全局光照，我觉得是更加的不明显，但却大大降低了游戏的帧数。在 2K 分辨率全特效下，为了体现这个风车的阴影，你在开关光追的时候，能看到影子有了些许的微弱改动。另外，帧数也从50多帧来到了100多帧。游戏的时候，你有功夫去看敌人的影子生成是否符合物理学原理吗？所以更多的时候，《古墓丽影：暗影》我把它当成一个标准的benchmark工具，而不是一个体验光追的游戏。那首发的这3个游戏确实有一些仓促，它是为了第一批购买，你也不能叫第一批，应该叫第1年购买 RTX 2080 钛和2080的玩家，你至少要有RTX游戏可以玩呢。而这些游戏都不便宜，
特别战地5跟地铁2个游戏你还得跟服务器斗智斗勇，好不容易连上服务器，这里给你来一个几十 G 的游戏更新。接着我们来看一看19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一年，那后来的一些阿提莎游戏如何吧。第4个游戏是飞向月球。那讲实话，这个游戏我是翻 NV 官网才发现的。那这是一个类似于解谜的游戏。那当时直播玩的时候，还被不少小伙伴吐槽玩的实在太痛苦了。游戏用了阴影、不透明反射和半透明反射，这是 NV 官方的说法，我也没时间去仔细研究这2个反射到底有啥区别。那这个游戏上来就是一股末日凄凉的感觉，那只有主角一个人，看不到别人，在一个大沙漠里独自去发射火箭的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独感。但是配上比较恢宏的音乐，那搭配不是很快的游戏节奏，你就有闲工夫去看一看周边的游戏建模，感觉这阿提莎画面整的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本身发射塔呀、空间站就会有很多玻璃，所以这个时候你应用上阿提莎的反射，相比关闭阿提莎的话，那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比一下这个开关的画面，开启阿提莎和 DLSS 以后的帧数为100帧左右，关闭阿提莎也只有140帧，帧数差距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游戏感受确实差的太多了。你在孤独的玻璃门前看到自己，瞬间感觉自己就不那么孤独了，那至少有个影子陪着你自己。再看一下这段发射前，那通过指挥中心的玻璃看到火箭和基地的背影，我觉得比从正面看的话更加的震撼。而如果你把阿提莎关闭以后，就没有那种末世英雄出征前那种对家乡地球的怀念感了。所以我们还是开启阿提莎，再看一眼这漫天黄沙但是美丽的地球吧。飞向月球是我觉得阿提莎给我带来游戏体验最好的游戏，主要还是因为它非常自然的把反射应用到了游戏场景当中，让你没有刻意去感受到游戏使用的光追。那至于那个阴影的话，我确实没有去注意。第5个游戏，我们来看一看控制。这个游戏本身就有点类似于玄幻小说，就比如这段异世界的场景，明显就是光追的反射。这个游戏的光追也明显使游戏的场景看起来更加的真实。就比如说这段进入大厅的场景，很明显能感觉到灯光在墙上和地板的侧影，就很明显有电影的真实感。在 2K 开启阿提莎不开 DLSS 情况下，那大概能有50帧左右。关闭了阿提莎大概90帧左右，但是人在玻璃窗的影子就完全看不到了，就缺少一种真实感。你在进入大厅的时候呢，地面上也缺少了光影，大家对比着看一看。所以说做的比较好的反射是把场景中的物体比较自然的反射在光滑面上，而不是人为的刻意去设置光滑面，然后你跑去照镜子去找存在感。第6个游戏是我的世界 Win10版，这个游戏你得在 Win10里面进去的才能支持阿提莎，那网易那个版本是不支持的。这个游戏是把全局光照、阴影和反射3个技术全都用了，那我们这就跑了一段，给大家感受一下画质和帧数吧。那如果说你把阿提莎关了的话，那就啥都没有了。第7个游戏是逆水寒，这个游戏因为是国产的游戏，所以可能总是给的关注要更多一些。视频前面我有提到，那这个游戏作为一个中国的游戏，你居然下 demo 还得去 NV 美国官网去下网速非常慢。不过我还是通过一些办法把这个6-7个 G 的 demo 给下下来了。demo 确实做的相当好，2K 分辨率开启阿提莎，平均也有80多帧，而且画质跟电影一似的显卡还只有70%的占用。那看了以后感觉这个中国的阿提莎游戏就要雄起了。但事实上呢，那上个月，也就是2020年的6月，才开放了长庆楼和甜水巷2个场景。长庆楼是一个副本，你可以看到进去的时候帧数从90帧直接掉到了20帧。我们走到这个镜子面前，那确实是有镜面反射的。这个时候你关闭阿提莎，那镜子就不反光了。我们这里只开了阿提莎，没有开 DLSS。因为开了 DLSS， 那虽然2080它的帧数从20帧上升到了30帧。但是整个人物的边框它有明显的粗糙感感官非常的差，帧数仍然属于 PPT 的级别，画质却降了很多。再看一看另一个甜水巷的副本，进入以后也是帧数狂掉，而且整个场景的光追效果并不明显。我们这里走到这个瓷器旁边，那居然都没有做光追我们又试了试，那只有在水边你去刻意的寻找倒影，才能看到开启光追以后，那倒影显得更加的真实一些。那体验下来只能说呢，逆水寒的游戏本身的优化就已经很差了，
开了国别以后，就连2080钛都只有20帧了，而且只有2个固定的副本，纯体验性质，关键效果做的还很一般。真的，你作为一个中国厂家，专门做了一个 demo 去给美国人看，我也不知道能说啥。最后一个游戏是《光明机翼》，也是个国产游戏，由飞燕群岛个人工作室打造。这个游戏我们之前也在视频里面体验过，虽然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成品，但是 NV 和微软发布会上都有过展示，当时老黄还亲自演示。这个游戏不说别的，至少优化要比《逆血寒》还是好太多了。2K 最高特效，开启阿提莎跟 DLS 情况下大概有100左右的帧数，关闭阿提莎的话大概120帧左右。不过开关以后，光追的区别不算特别大，主要区别还是枪上的光影和画面整体的色调。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场景不是很复杂的缘故，毕竟对于这个游戏，我更加希望是它能做出来。游戏的开发者飞燕群岛在 B 站也有自己的号，那上面有一个4K 分辨率的微软发布会上的最新的实际演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体验了目前的8个阿提莎游戏，不知道你对阿提莎的游戏发展有什么看法？那2年前购买了2080钛的用户，你是否觉得值回了显卡钱？我个人觉得阿提莎技术是一个跨时代的技术，但是技术能发挥作用的话，是需要好的游戏去带动的。我觉得比较好的阿提莎效果是控制和飞向月球，它把阿提莎的光影很自然的融入到游戏的场景当中。你一进入地图就会觉得非常的真实。那好的技术是让你感受不到技术的存在，而不是像逆血寒那种刻意去搞一堆的镜子让你去照。说实话，逆血寒和剑网3这2个游戏是非常适合推广阿提莎技术的，本身场景就做的比较好看，也有一群风光截图党和不差钱的土豪玩家，但无奈他就是不好好去做。目前大陆的新游戏基本上是以手游为主，好的端游已经越来越少，所以我非常希望光明机翼最终能够制作完成，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国产的阿提莎游戏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人不妨点赞、投币、收藏，素质3连一下。如果你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这是我们店里支持光追的最入门的机子。这里是潮玩客，我是剑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